我怎么会是艺人？我是非常爱的爱。爱人是什么？自己待的时候我可以吸取能量，才不能让我的这个血包加满。对我就是这样。我要自己生活都是很安静的那种，安安静静。对。然后一到对，我感觉就是要刮噪的。反差就来了，反差就来了。我怎么会是艺人？一开始导演还问我，你觉得胡曼黎跳水过吗？我说他就是一个表演性人格啊。我那个行为有点夸张，会引起所有人注意。服务员点餐，有没有那种妖娆感？更矫情，更有走红毯的感觉。保险人一定要非常的热情，在什么场合他就很会摆话。我写了一首诗，想献给你。就人家比我有名气，都没有我这么傲娇。这些都是客户对我的认可，客户宝宝们，爱你们啊！这是胡曼黎。But life i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s. You never know what you're gonna get. 40岁是人生最变化多端的时候。胡曼黎经历婚姻的破裂、事业失败，人生最低。生活就是这个样子的，给你一颗糖，然后再踹你一脚。丁志是他培养起来。现在有了知名度了，怎么了跑掉了？他说要离婚，我绝对不会冷静的说，绝对不能离，的态度得搁在那儿。现在是你出轨，你对不起我，我不但不怪你，还努力跟你修复感情。你想干什么？你疯了！你干什么？你现在有的一切都是我胡曼黎的功劳，丁志远没有我什么都不是。看你们的表演，我会有一种深深的临场感，跟像看话剧一样，完全被面对面的人物在演的那种情绪包裹，所以那场戏很妙。我给我，因为我爱他。再说一遍。我一见到他，我就想抱他、亲他、吻他。他才是我们我是你老婆。在我面前，你说你爱别的女人，我算什么？你告诉我。除了我们离婚呢？我们离婚吧。我的人生已经够了他了，我应该为自己活一次了。婚不能离，你回来！又差点飞了。有种了吗？他打我了吗？打了一拳。他说我要抱他，我要亲他，我一个吧。也打不下去，不是那种打就。你说什么？可以啊。让我太生气了，他说的话我太难受，要爆炸，然后啪一下，太容易共情了。跟我演戏还蛮危险的，我觉得。可以，不要情绪不能这么化。气得我脑仁疼。我待会儿去逍遥玩。我去偷吃。不心寒，渣男！我看到他就不叫你美。开始。你干什么？你疯了你！一开始导演还问我，你觉得胡曼黎跳水过吗？我说他就是一个表演型人格，他因为有目的，他想要挽回，他才这么做。真正的感情只有失去了才会后悔。如果今天我和他同时掉水里，你会救谁？有人落水了，救人啊！出水芙蓉的感觉。导演，我跳得好吗？跳得好。跳得美吗？真的有谁？在底下拍一下他的主观。这样吗？我可以。再下去再来一下吧。就是人物性格基调的一个，就这么一个猛烈的一个暴烈的女人。我有这样的激烈的行为，其实也是因为在意。如果不在意，就冷漠。哀莫大于心死。对呀。哀莫大于心死。对呀。预备，开机。老丁。啊，这最重要的，看，就这个啊，老丁，这不够，就要这，哀莫大于心死。停，好，够了啊。有这个变化，跟你跳了这都得出啊，跟你跳了这都得出啊。这个还是指有得有失。走，我去哪里啊？你的行为已经说明一切了。Love and career have both abandoned me, even the setbacks come in pairs. 其实胡曼黎特别悲剧，老公扎了他，最不顺，哪儿不顺，我最脆弱的时候，我就特别心酸。人到中年的一种苦楚。但是你的表演是比较偏轻盈的，在用闹酒。那就那场戏我也蛮喜欢的，对，我觉得蛮好。反反复复的看。我还有要晕有吐的状态，我拉着他吧，因为喝醉了嘛，也不知道。他一看我们动作蛮亲密的，他就觉得我们蹲下我就抱着你，如果你站着我就抱大腿，让他觉得我们俩有一腿。是姐弟恋。开始。来，老
毛气息感的。姐弟恋啊，呱呱的吧？不是啊，看剧本我想象不了这个画面，结果你拖着薛小周的那个腿，裤子都快被我扒下来了。演的身临其境的醉酒感。拍之前我就跟说我的词都要叠在他们的台词里面，因为一个醉酒的人是不会等你语言说完再说话。我要自杀呀！什么电话呀？给我，能不能抢？你加的很多细节，就让胡曼丽更丰富了。人物的细节非常重要，都是人物的闪光点。把这个灯关了。有没有可能他那儿一开，我这我这一关就对，一直抓着，然后他又挣脱。其实不愿意这样，因为没办法，还是挽回。还是要挽回。别人我知不知道？但胡曼丽肯定会。就我在演的时候，我就想怎么演成胡曼丽的样子，总是很张扬，其实他的内心是很脆弱的，就特别可怜可笑，笑着笑着你就想哭。这种表演方式，我们其实看来都很感动。表演方式揉在里边很有机。胡曼丽就是特别自然，这人物成了。在某一个程度上，可能邱丽苏跟胡曼丽很相似的，她们也是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，都是挺强的女性。在邱丽苏的眼里，她不坏，新的事情你都会跟你解释清楚，她是有充分的原因去这么做。爱情的道德就是讲清醒。我觉得邱丽苏也不是说故意就特别想要抢别人老公的一个人，她真的是就碰到了这个人，那对方也刚好跟前妻也有很多问题，所以才到了这个地步。你说他是不是会很开心呢？哇，这样终于把这个人抢了过来。其实他的心情是没有这么简单。丁志远他有他的需求，是因为书呆子嘛，他会一门心思的扑在读书上，不问人间事物，什么金钱、社交对他来说都不需要，我只需要诗和远方。所以说，在那个阶段，胡曼丽对他的爱，对于他来说，他是一种照顾，这一切有人帮你全摆平了。所以我就是批评那个胡曼丽，你很适合。头头什么房子、车子、票子，那种让我最厌恶的事情。随着他有了第二段婚姻之后，会发现，哎，第二个老婆跟第一个老婆好像了，他们两个会都非常强势，强迫我做一些不喜欢的事情。他们也会利用他的名气处理一些金钱上的事务。看着我的名声被别人这么糟蹋。第二段婚姻其实跟第一段婚姻是一样的，所以到后来他有过后悔，有过彷徨，最终他接受的还是无奈。吴雅她是一名医生，她其实是一个非常善良和热心肠的一个女孩。他们俩其实从校园时期的恋情非常纯粹简单的，但是当他们毕业之后，就面临现实社会当中的琐碎的一些事情。吴雅她是有在慢慢的去改变，去融入现实社会当中的一些人情世故。但是可能小周他还是活在一个理想化的世界里面，所以会导致他们两个人之间共通点会越来越少，矛盾会越来越多。你在想什么，徐小周？其实也是积攒了吴雅对小周的失望，对未来生活的茫然。丁达尔他是一个处于叛逆期的初中生，所谓的叛逆不走寻常路，但是在他有点叛逆的外表之下呢，又隐藏着一颗敏感但是懂事的心。他会站在自己父母的角度去考虑，你在我心里是最棒，这一点从来没有变。丁达尔是为了他妈妈的幸福可以付出一切的。钟宁这个角色，首先她是独立的事业女性，很能干，很聪明。她是因为情感从小的缺失，缺乏安全感，觉得一定要靠自己，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，在这个社会上，她才能够掌握命运的主动权。所以她去选择了事业，放弃了家庭和孩子。可是我没有办法忍受这样的事。可是她现在坦然不了，她没有机会了。包括跟儿子的关系，他也无法去修复了，这是很绝望的。就是他所有的一切跟他的愿望都是相悖的。
唐玲她之前的前身其实是做美甲，她是一个小地方来的，她想在大城市生存下去，所以让她有非常大的野心在后边。爬到一个位置上，她可能需要一些投机取巧的东西。被他骗太久了呀。其实如果她正常的去干这些事情，也许可能也会成功，只不过她不想踏踏实实，我想一步登天。陈放是一个职场精英，在胡曼离的角度来说，我是一个坏人。但是从陈放的爷爷角度来说，那胡曼离确实之前做过一些不正确的事情，所以他可能为了谋得自己的利益和家庭的利益，采取一些手段。奋斗这个人物起的比较草根化，行事鲁莽一些。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呢，都要给自己文化加持一下。虽然是商战，然后爆发了，有钱了，奋斗的人物基调，他就还是一个我本善良的人，对家庭、对子女深沉的爱，他都是因为爱你。这都是一种比较中国人质朴的情感。胡德公这个人呢，我觉得他是一个挺有活力的这么一个角色，从来不服输，从来不服软，尽了办法去帮助女儿，帮助他自己，营造一个非常好的生活的氛围。这个是个比较有办法的人。这是一部跟当下生活息息相关的戏，戏呢有各种各样的人物关系，能让大家看到真实的人性、复杂的角色。这个戏当中，很多人都在成长。希望大家能关注我们这部剧，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蛮好的人生。开始！挺好。我是上海人，然后我们都生活在上海，我就想写一个跟这个城市相关的人和相关的事儿。第二呢，我们就想做一个好玩的人物结构，两个天差地别的人，他们怎么互相救赎。在创作的过程中，其实是遇到了蛮多的瓶颈啊，因为很难找到一个特别好的职场背景去支撑这个故事。直到我们找到了保险这个职业背景以后，我们才发现，哦，落地了。当它是一个低门槛，它的职业天花板又很高的时候，它就能够有传奇性。不只是能销售的层面，中专毕业20年前还是个前台。但是我们在写职场剧吗？不是，我们写的是职场里面的人，职场的故事永远是为里面的人去服务的。刚刚把公司垮他了。职场剧的人物应该有家庭的东西，这是让人物不浮夸、不悬浮的一个根本，所以就加重了他职场之外的东西。我们这个剧呢，核心是讲胡曼离，鲜活生是胡曼离最核心的人物特征。他有时候会撒点小谎，看不出是 P 的吧？虚荣心，甚至有一点点势利眼。不说这么阔绰，我能请你放吧？但是真实这艺术最重要的东西，胡曼离最打动我的就是他像野草，吃饱了就又不甘心了，心想别人可以，我怎么就不行？他永远有很旺盛的生命力、战斗性人格。他是苦出身，他真是从市井出来的，他经历过很多，他身上的质感和他的从前成长的历史，包括他现在形成的性格，都是非常有机的。其实我们不是在糅杂各个元素放在里面，我们其实就是去看我们身边，在这样的一个阶层里面的一个女性，她具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质，我们去做提炼、融合。你就记得了遇到我。胡曼离非孙俪不可，也只有孙俪能把胡曼离冲动强烈。其实我明白他说什么。慢慢。这样嘞。
哎，能晓得吧？写的啥么子能晓得？还就是讲呀，就是讲，说。我气死他，我真的气死他了。杀掉了，然后继承财产，对吧？我们就这个最体啊。从我编剧的角度来说，我认为最大的海派特色就是我剧中展现的人，尤其是胡曼丽这个女人。三九我高头搞榜哪呢？他万一成绩不但没有好，还下降了，我找谁说去？妈跟我说没关系，说可以，到时候帮我想办法。哎，他撒谎，我没有啊。金总，你相信我，他的情况我真的不知道，他污蔑我。别跟我一个人，你走吧。走，我去哪里？去哪里？我让他走是开除的意思。我待会儿演的时候你就开始，我也更了，只是让他出去而已。特别坏。开始。大哥，开始。你是公司的老。面子流利，自己走。走？我去哪里啊？去哪里？走。你没听明白吗？你被开除了。我在医院，我喝醉了，我把他当成放。打一顿是吧？打一顿。我刚说。小周最可爱的地方是他可以发现这个人身上最敏感、最脆弱的地方，并且希望用自己的方式去守护他的敏感。薛小周是一个理想主义者，现实让我不满，那我就要改变它。他有非常多的学识，有很多的想法，现在准备考 RFP， 但他从来没有在社会上磨练过自己。所以他是一个职场新人，被戏弄的感觉。薛小周是一个外冷内热的93天，我觉得他并不是那种纯内向，他只是有一些自己的原则，有些自己底线。只要一提到钱，就别放弃自己的良知。我没有办法跟这样的人。前面的一些部分，确实在他的生活中没有什么好事发生，比如说像跟父亲的关系。周丽苏，我不同意。然后妈妈卧床不起，到妈妈去世，女朋友的离开，他在看到他女朋友吴雅的时候，也有点强颜欢笑。其实他希望给这个女孩很好的生活。给哪个？啊，想等你下礼拜给你个惊喜，希望用自己的方式去守护她，让她开心。但是在工作上确实自己做的也不是很好，很主动。也没有什么值得他高兴的事情。痛苦肯定是不来自于一件事情，并不是说有个点是最崩溃的。有的时候你可能你看他在哭，其实这不一定是他最难过的事，因为他可能有些东西是宣泄出来，但最难过的是他最无助、最孤独的那个时候。现在这么痛苦，就因为你被你爸爱过，心里有结就要去解。刚开始我住进他家里，
而且我跟他的关系其实刚开始很微妙。大姐，你别，他在这个家庭的相处下，慢慢看到了这个女人的努力、脆弱、敏感、善良、热情。他现在是我弟弟，你妈她就是在骂我。对保险行业的这种热爱，他也是在被这个东西慢慢的感染。搞不好，还真有人喜欢你这款打直球的，是吧？徐小舟站起来确实是有点笨，有点轴。我是直，不是傻，就是来自于某种坚持。但他最后改变了，他会学会了变通，他会推扣打球啊，但他也并没有昧着自己的良心。这不叫讨好，这叫球友之间的事。这就是他的成长。